你们别打我娘了，求你们了！小兔崽子，别耽误你爹的好事儿！娘，他不会真死了吧？周家小姐那边可发话了，只要我休了这黄脸婆，把她赶回娘家，就带着100两嫁妆过门，还能保举我进献学。哼，死了更好。就说他偷人被抓，羞愧撞墙自尽，咱们1分钱嫁妆都不用退，还能把周家那个摇钱树娶进门。头好痛，我不是在地府把牛头守卫的玉佩拽下来，然后掉进黑洞了吗？这是哪儿？没死，赶紧把这份认罪文书签了，我们家还能留你一条贱命。老娘堂堂神医传人间国际格斗冠军，阎王殿走一遭，居然就穿成个被渣男婆婆冤枉偷人后活活打死的窝囊废，让我净身出户给小三腾位置，做梦！别磨蹭，赶紧签！快签，不然老娘今天打碎你的骨头！陈家这样打，怕是要出人命啊！是啊，你个贱妇，居然还敢躲！这怎么可能？你还敢躲！毒妇，你竟敢打伯母！你个不守妇道的贱人！我这就去报官抓你，让你进猪笼！报官？好啊。陈祖德，你跟周家千金勾搭成奸，还伙同你娘诬陷我偷人，我现在就去县衙击鼓鸣冤，让县太爷和全县的百姓都听听你这读书人的龌龊心思。哼，你去啊！你一个失贞的泼妇，我看县太爷是信你，还是信我这个清白读书人？看来不给你点狠的，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。清白。那我现在就把你打成残废！我倒要看看朝廷要不要一个断手断脚的废物！周家那千金还会不会嫁给一个摊子？疼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！杀千刀的，快放开我儿子！我跟你拼了！写和离书，还有把我当年带来的嫁妆10两白银，一文不少的给我吐出来。昭昭和杨洋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和离书上给我写清楚，2个孩子我带走，从此跟你们陈家断绝关系。你做梦！和离书可以给你，钱1分都没有，那是我用来买笔墨考功名的钱。没天理啊！偷汉子的贱妇还要交家里的活命钱啊！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！不给钱，我现在就废了你这双眼睛！你看我敢不敢？给，我写，我都给。娘，快去拿钱，快去啊！和离书和10两银子都在这儿了。算你识相，以后咱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再敢惹我，我砸的就不是水缸，是你的脑袋！昭昭、洋洋，跟娘走。娘，我们真的不回家了吗？原主怯懦，连累这2个孩子也吃不饱穿不暖，以后有我在，谁也别想欺负他们。洋洋、昭昭，你们记住，从今天起，那不是咱们的家了，以后跟着娘，娘不会让你们受委屈。走，咱们回真正的家。娘，我回来了。我
的月月呀，是不是陈家那些杀千刀的又打你了？陈祖哲那个畜生，大哥这就去剁了他。二哥不用去了，我跟他和离了，钱和孩子我都带回来了。周周，洋洋，陈家这帮畜生怎么把孩子饿成这样了？我的乖孙啊，受苦了。回来就好，只要有你爹娘一口吃的，就饿不着你们娘仨。娘，你放心，从今往后，咱们一家人再也不受气了。快去把家里最后那点糙米拿出来，给孩子们熬点热粥，再拿一套衣服让月月赶紧换上。刘家条件也不容乐观啊，既然我接管了这具身体，就必须尽快搞钱，绝不能再让爹娘和孩子跟着受苦。在地府顺手拽下来的这玩意儿，非金非玉的，到底有什么用？啊！居然变成盆了，难道是聚宝盆？这是复制，一模一样啊！有了这宝贝，一家人就饿不死了。赶紧上山找点草药，试试有没有复制限制。月月，你回来了！刘月月，你这败家精，又要拿家里的东西去倒贴野男人是不是？你胡咧咧什么？家里连粒米都没了，明天我娘家还要来逼债，这个害人精他是想害死我们一家老小啊！不是这样说，妹子！你打我，刘大壮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！要不是小姑子以前把家掏空，我能去求我那吸血鬼娘家吗？大哥，住手！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？我最痛恨男人打女人。大嫂，我已经和离了，这钱你拿着，娘家的债我来还，以后家里的吃喝我也全包了，绝不让你们再挨饿受气。月月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大嫂放心，我刘月月说到做到。还好当年和师傅在山上待了小半年，学会了找各种药材。这古代的环境没被污染，药材药性应该更好吧？完整的野灵芝，虽然年份不大，但应该也能卖上价。果然万物皆可复制。这日子还怎么过？家里本来就穷得揭不开锅，现在又多添了3张吃白饭的嘴，咱们干脆一起饿死得了。罗翠花，每次回娘家把家里能拿的都让你带上了，现在家里有难处，让你借节省怎么了？我不管，这穷日子我是一天也过不下去了。刘二壮，你个没用的废物，我要跟你和离。你这是早就收拾好了？是又怎样？实话告诉你吧，隔壁村的王屠户早看上我了，赶紧把和离书给我写了。你这个不守妇道的人，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！月月，你放开，让我打死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！二哥，为了这种烂人背上人命关当，不值当。他既然只能同甘不能共苦，那这种势利眼，咱们刘家也不稀罕要。爹，给他写和离书，让他滚。拿上你的和离书，滚出我们刘家！以后就算饿死街头，也别来敲我们家的门。饿死？跟着你们才会被饿死。你们就守着刘月月这个扫把生，一起要饭去吧。是我没用，连个媳妇儿都留不住。既然我占了这具身体，就绝不能让真心待我的人再受半点委屈。三哥，带我进城一趟。掌柜的，看看这东西能给多少钱？品相竟然如此完好，这可是上好的野灵芝。姑娘，我出50两。50两？我这2株灵芝全给你，120两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120两，我再加1两当跑腿费，以后有多少要多少。三哥，走，带你去见识见识什么叫花钱。老板，来100斤细粮，100斤糙米。好嘞，姑娘稍等。妹，买这么多精细粮干啥？这得花多少钱啊？咱们买点黑面就行了。
你的钱还是存起来。三哥，我今天看城里好几家大商铺都在关门，怕是世道要乱，物价还得涨。咱们手里的钱必须换成救命的粮食。走，再去买肉。老板，给我切10斤最肥的五花肉。妹妹，咱们买这么多东西，村里人看了会眼红来借钱的。放心吧，三哥，财不外露的道理我懂。谁要是敢来打咱们家粮食的主意，我剁了他的手。咱们回家做肉吃。大家吃啊，好吃。娘做的肉好好吃，白米太香了。妹妹，从今往后你就是咱们家的大功臣。跟着妹妹，不亏。月月长大了，能撑起这个家了。刘家的，给老子还钱！好啊，你们老刘家不仅吃上白米饭，还炖了大皮肉，有钱吃肉，不还我马家的8两银子！娘，爹，把孩子抱进里屋，关上门，别出来。大哥，嫂子，那钱我一定会还的。嘿，你个白眼狼！老娘今天不仅要银子，还要把你们家的粮食全搬走！不，粮食不能动，那是全家的救命粮啊！你们敢打我媳妇儿，我跟你们拼了！敢抢我家的粮食，我打死你们！马大成，吵什么吵？谁允许你们来其他人家里闹事的？哼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把东西放下。对付他们，用不着咱们刘家人拼命。大嫂是个苦命人，这些年一直被娘家压榨欺辱，今天我就帮她彻底斩断这层关系，拿着几个无赖在非村人面前立威，打我大嫂，还要抢我家的粮。马大成，你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吗？哟，这不是被休回来的弃妇吗？凭你也想拦老子，我一拳就能打爆你的头！李正说，还有各位乡亲，今天麻烦大家做个见证。马大成，今天你要是能把我打趴下，我给你20两银子；你要是输了，不仅要给我大嫂磕头认错，还得写下断亲书，从此与我大嫂恩断义绝。你敢不敢接？既然你都这样说了，我来写断亲书。20两银子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！打死你个贱人，钱都是我的！大家伙都听见了！天哪，月月哪来这么大的力气？200多斤的壮汉就这么单手摔飞了。大哥，这妇人，老三，咱们一起上！哼，正好活动活动筋骨。打得好！这群到处欺负人的恶霸也有今天！刘家的闺女真有种！服不服？服了！别打了，要出人命了！这8两银子还清你们的债，现在立刻马上在断亲书按下手印。从今往后，我大嫂马氏与你们马家再无半点瓜葛。我终于解脱了！愿赌服输。现在带着你的人给我手脚并用，一路爬出刘家村。活该！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来咱们村撒野！家里这些麻烦总算清理干净了，接下来就该全心全意赚钱了。深山里那些没人要的魔芋刚好利用起来。好浓的血腥味！别过来，再走一步，死！有人受伤，看这样子还中毒了。我走可以，但你这伤口要是不及时包扎，半个时辰内必死无疑。你能解毒？
当然，我只为求财。你把你腰上那块玉佩给我，或者给我100两白银，怎么样？成交。妹妹，这人到底是谁啊？受这么重的伤，咱们把他藏在家里，万一招惹上麻烦可怎么办？管他是谁，三哥你放心，有麻烦找上门，来一个我打一个。你先上去帮我守着门。行，三哥在上面守着，有事你喊我。条件有限，能不能活下来就看你自己了。枕巾我就自取了。怎么回事？玉佩和怀里的聚宝盘碰到一起，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烫？难道是这玉佩太值钱，复制不了却让聚宝康产生反应了？有了这座超级工厂，别说自保了，建个国都够了。妹妹，咱们家地窖里怎么爬出来个大活人？这是我昨天上山采药时在沟里救下的人。在下阿晨，本是去州府走镖的商行镖师，半路遇悍匪劫道，多亏姑娘救命，如今身无分文，愿留在刘家做个长工。原来是遭了匪灾的兄弟，现在外面不太平，你能活下来也是命大。既然这样，就留下吧，伤好了就跟着大壮他们一起下地干活。哼，虎口和指腹全是后劲，这绝不是普通走镖的护院。既然你要装，我就顺水推舟，白用一个顶级劳动力。大哥，你带阿晨去把后院那堆硬木头劈了。二哥、三哥、大嫂，背上背篓，拿上家伙，跟我进山。这天热的真邪乎，村口那条大河水位都退下去半尺了，两边的河滩全裂开了。刚入夏，泥土干成粉，大河退位，这是旱灾的前兆，世道马上要乱，我得囤粮食了。进山了。大哥，往下挖，四周挖宽一点，别伤到根部的皮。好。妹妹，这东西使不得啊！月月，这是山里的阎王稠啊，碰了汁水，手要烂穿骨头的。你挖它干啥？快走！别人吃了死，是因为他们不懂医理。只要按我说的法子去毒，这就是咱们家翻身的摇钱树。大哥二哥，咱妹说能去毒，就一定能。听妹妹的，挖！大壮，你们怎么把这些毒物弄回家了？快扔出去！万一让昭昭和洋洋误食了，可是要命的。爹娘，我知道一种化毒散，只要调配浸泡就能彻底去毒。这秘方绝不能让外人看去。爹娘，妹妹说了，这可是独门秘方，神仙手段，弄好了咱们就不用挨饿了。大嫂，烧2锅热水。大哥，把魔芋洗净切块，全部搬进我屋里。好嘞。完美。开饭喽！闻着好香。可妹妹，这毒疙瘩怎么变成软泥块了？真没毒了？香辣爽滑，大哥你尝尝就知道了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比大肥肉还滑溜，太好吃了！祖宗保佑啊！咱们老刘家终于能吃上一顿不掺沙子不管饱，还能吃出肉味的饭了。月月，爹敬你。爹说的对，妹妹就是咱们家的活财神，这味道拿去城里卖给那些大户人家，绝对能卖疯。咱们换粮食去。三哥说到点子上了，这天越来越热，怕是有大旱。大嫂，以后清洗切块归你管，我开工钱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明天一早咱们推车进城摆摊。大伙
儿快来看，这3个泥腿子卖的是山里的毒物阎王愁，他们想毒死全镇的人。阎王愁吃一口烂肠传肚，砸了他们的摊子，报官抓人。别砸，真没毒。我看谁敢动！各位睁大眼睛看清楚，医家验毒，逢毒必黑。这银针可有半点变色？谁知道你是不是用了什么障眼法？有本事你自己吃一口。祖传秘方神仙豆腐，去毒去色，今天开张免费试吃，10文钱1两。刚才谁喊着要砸胎子的？20文1两。我的老天爷，这比大肥肉还滑溜，给我来半斤！别抢，别抢，排队！妹妹，5两银子，咱们今天一天就赚了5两。1天5两，听起来不少，但在大汉粮荒面前，这点钱连塞牙缝都不够。我必须加快动作，去赚大户人家的钱，全部换成救命粮。大哥、三哥，明天多做3倍的量，去城西富户区卖。当家的，别打了！不下蛋的母鸡，老子花钱把你弄回来，连顿热饭都吃不上。再敢偷懒，老子拿杀猪刀活劈了你！罗翠花，你还在这儿挨打呢？你那前夫家发大财了，今天在镇上卖豆腐，一天赚了好几两银子。人家现在天天吃白米饭炖大肉呢。凭什么？凭什么我在这儿天天挨打？刘家就吃香的喝辣的。嘿，死杀猪的，老娘回去做富太太去了。啊！阿琛兄弟，好力气！二壮，二壮，一日夫妻百日恩啊！当初是他们逼我的，我心里只有你一个人。你摸摸，我身上全是被王屠户打的伤。你刚才说你是被逼的。是啊，二壮，都是我娘家人逼我的。他们嫌弃你穷，让我嫁给那个王屠户。你让我回来吧。你走那天，包袱是3天前就收拾好的，家里仅剩的半袋子黑面都被你带走了。你管这叫被逼的？二壮，我那是……你现在听说我二哥赚钱了，又想跑回来吸血。罗翠花，你今天跑回来，哭的不是我二哥，是这钱吧？银子，二壮，咱们复婚了，这钱就该交给我来管。银子，哎呦！从你和别人暗自苟取，我们就再无关系。你以后再敢踏进刘家村一步，我打断你的腿！坏女人，不许进我家门！这当娘的心狠手辣，奶娃娃也是狼崽子，这刘家有趣。呸！在外面偷汉子还有脸回来，嫌贫爱富的势利眼，活该挨揍！妹妹，你放心，二哥不傻，谁是真心，谁是假意，二哥分得清。二哥，这就对了，咱们有钱了，还愁找不到好女人吗？三哥，今天跟我进城，继续采买香料赚钱。妹妹，最近这天热的冒火，连着1个月没下一滴雨了。你看，城里的流民都变多了。天逢大旱，世道要乱，咱们这段日子已经攒了几百两银子，咱们得趁着粮价还没涨，赚有钱人的银子，马上换成救命粮。珠儿慢点，
那个我读书束修的事儿。刘月月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这不是被你一纸和离书赶出门的那个黄脸婆吗？祖德哥，你看他这穷酸样，听说他们家现在摆摊卖那种下等人吃的烂食，抛头露面，真是把女人的脸都丢尽了。你算什么东西，敢骂我妹妹？好狗不挡道，滚开！刘月月，你这泼妇跟周小姐说话的。周小姐是千金之躯，你一个弃女，连给她提鞋都不配。千金之躯，我看是你陈祖德找的长期饭票吧？怎么吃软饭吃的骨头都软了，只会在大街上对着前妻狂吠？这不是陈家那个读书人吗？听说为了攀附富家千金，把结发妻子打个半死赶出门了。呸！什么读书人，就是个吃软饭的白眼狼！贱人，你敢毁我青玉，我今天非撕了你的嘴！既然你要把脸送上来给我打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放手！你这毒妇！啊，我的手！你疯了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把这贱人的手脚给我打断！三哥，护好车！妹妹，背后交给我！我的背！谁还敢来？你这个野蛮的泼妇！你敢当街打我周家的人！我爹可是镇上的首富，我要去县衙告你，让你把牢底坐穿！首富？睁大眼睛看清楚，老娘一天赚的钱，你那穷酸秀才前夫考一辈子都赚不到。拿钱压我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竟敢拿钱砸我！你敢打周小姐，我跟你拼了！陈祖德，今天只是个教训，以后见了我最好绕道走，不然见一次我打一次。三哥，装好钱，我们走。刘月月，一个下贱的村妇，竟敢当街羞辱我！周小姐，您找我？这里是30两银子，今晚你带几个兄弟去刘家村，把刘月月那个魔芋作坊给我烧了，把配方给我偷回来。周小姐放心，对付几个泥腿子，我刀疤出马，手到擒来。你们两个去厨房找配方，我去那女人的屋里看看，动作轻点。主子，上面有几个杂鱼，要不要数下？不用，别脏了刘姑娘的院子。哎呦！我的腿！谁暗算老子？抓贼！这不是镇上的混混刀疤吗？说，谁派你们来的？不交代清楚，我今天就打断你们的手脚，报官！我说是周家的周小姐，她给了30两银子，让我来烧你的作坊偷配方。这几个地痞刚才怎会突然倒地？那力道绝不是巧合，看来地窖里那位病号底蟹不简单。画押。大哥、二哥，把他们3个绑在树上，明天送官。刘姑娘，这供词确实写得明白，但这周家毕竟是本县首富，
若是直接去酒楼拿人查封，怕是会引起镇上商户不满啊。大人，周家作恶多端，买凶伤人，早晚是个大祸害。这500两全当给县衙修缮大牢的辛苦费。此外，周家名下的聚仙楼，若是能按市价的1半发卖给小女，以后酒楼每年的纯利，小女愿孝敬大人2成。大人，这周家平日里仗着有钱，对你也是阳奉阴违。这刘姑娘是个财神爷，那魔芋豆腐如今在城里是一绝，稳赚不赔啊！好一个草菅人命的周家，天子脚下，本官绝不姑息。来人，点齐衙役，随本官去查抄聚仙楼。大人，草民冤枉啊！求大人开恩！是你这个奸夫陷害我们，我撕了你的脸！陷害？那30两买凶的银子，可是你亲手递给刀疤脸的，供词上写的清清楚楚。周珠儿，这聚仙楼以后就不姓周了。带走！周家涉嫌雇凶杀人，家产全部查封。放开我，刘月月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借刀杀人，兵不血刃。妹妹，按照你给的食谱，咱们这酒楼开张这3个月，天天爆满，竟赚了快3000两白银了。大旱连月，河床干涸，恐怕真正的灾情要来了。三哥，传我的话，把门外排队的客人全散了。从今天起，酒楼彻底关门歇业。这女人倒是果断。关门？妹妹，咱们现在每天进账的都是白花花的银子啊！天大旱，城外的流民越来越多了，银子不能当饭吃，拿上所有盈利，去城里把能买到的糙米、细粮、精铁全部买空。妹妹，这天太邪门了，村口那老井昨天彻底干了，连烂泥都挖不出来了，咱们这还要往下挖多深？继续往下挖，往下再挖3丈，水不出来绝不停工。月月，城里的粮铺今天又涨价了，草都涨到2两银子一斗了，一天一个价啊！大嫂，拿咱们酒楼剩下的红利，继续去城里买粮，不管多贵，只要有就给我全部买回来。完了，是蝗灾！没了，庄稼没了，连树皮都没了，老天爷要绝我们的活路啊！这蝗虫连树根都不放过，人还怎么活呀？隔壁村的前井都干了，刚才我听巡逻的村正说，外面甚至有人开始易子而驰。要不是妹妹让咱们早挖了深水井，咱们现在也得渴死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别吃了，过来拿家伙。月月，这可是杀头的军弩啊！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娘，这是这几个月我每天夜里关在房门里悄悄组装加工的。世道变了，不拿它，明天咱们全家都要被外面的恶鬼撕碎。听妹妹的，拿家伙，保命。大哥，咱们3兄弟日夜轮流上墙巡逻。如此精密的连发机库，连军营里的能工巧匠都未必做得出，到底还藏了多少底牌？阿晨，接稳了。咱们刘家不养闲人，晚上巡逻算你一个。行，月月姑娘放心，我这人最擅长看家护院。马大成，你说的可是真的？刘家村真有堆成山的粮食和水？千真万确。这臭娘们是刘老二的前妻，她亲眼见过刘家天天吃大皮肉。是真的，他们赚了好多钱，家里打的深水井有水，每天锅里都有肉吃。刘家村有吃不完的白米饭和净水，咱们人多，砸开他们的村门，抢粮食，活命！抢粮食，活命！
完了，几百号人啊，咱们这破木门挡不住的，全村人都要没命了，都怪刘月月，是他家天天炖肉，肉香把这些恶鬼招来的。对，月月，你赶紧把你们家的粮食交出去，分给我们大家！破财小子，你想害死我们全村吗？逼他交粮，不然大家一起死！谁敢？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妹妹！交粮？你们以为外面那些人吃饱了就会走？只要大门一开，全村的女人会被糟蹋，你们连一块骨头都剩不下。现在想活命的，拿起农具跟我守村。只要这扇门不破，我刘月月保证，凡是上墙拼命的，刘家供你们吃饱饭，绝不让你们饿肚子。乡亲们，横竖是个死，拼了！听月月的，守村有饭吃，守村守村！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带人上墙，准备迎战。刘月月，赶紧把大门打开，把粮食交出来！老子是你大嫂的亲哥哥，你敢不认这门亲戚？二壮，我是你媳妇儿啊！你快开门让我进去！马大成，当初你们逼我签断亲书，今天你敢碰刘家村一块土，我第一个让你死！什么东西？臭死了！臭娘们儿，给我上！砸开大门，抢粮食！老二、老三，顶住！顶住！马大成，既然你找死，就拿你祭旗。门裂了，门裂了！继续撞，继续抢肉吃！我的腿！这只是警告，谁敢再往前走半步，下一箭射穿的就是脑袋！别杀我，我不抢了！撤，快撤！月月丫头，你是咱们全村的救命恩人呐！哈哈哈哈！妹妹这连弩太好使了，有妹妹在，我看谁敢动咱们刘家一根汗毛！刘月月啊！临危不乱，杀伐果断，这女人留在这小山村里可惜了。这位大哥，镇上的周家放粮了吗？还放粮？周老爷买凶伤人，酒楼被县太爷查抄发卖了。周家昨天连夜逃出城，家产全没了。哎呦，周家倒了，咱们的摇钱树断了。娘，快起来！隔壁村逃出来的人说，刘家村囤了堆成山的粮食。昭昭和洋洋是我的亲骨肉，只要我跪下磕头，月月一定会给口吃的。走。月月，开门啊！陈祖德，你个畜生，还有脸来刘家村？赶紧滚！大壮哥，我错，快饿死了，求你让我见见月月，见见两个孩子。月月，我被周家骗了，我心里一直只有你啊！你让我进去吧。月月，看在昭昭和洋洋是我亲孙子的份上，给口剩饭吃吧。大嫂，赏他们。你们这种畜生就配吃这个！好疼，拉死我了！大哥，开门放狗。好嘞。狗咬人了！别咬我，我走。痛快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有大批人马过来，快上墙！弟兄们，刘家村有水有粮，给我踏平村子！
粮食归你们，女人也归你们！杀！妹妹是官兵，杀官兵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他们不是官兵，是抢粮的土匪，不杀他们，我们就得死。刘姑娘，脏活累活就交给我的人来做吧。末将救驾来迟，参见王爷。王爷，阿晨兄弟，你不是个被抢光了的破落镖师吗？极品虎头玉佩，军中杀人的狠辣手法，加上这处变不惊的气场，我早猜到你不是个寻常镖师，只是没想到我这破院子竟藏了尊这么大的战神王爷。王爷藏得挺深啊，阿晨兄弟。哼，事出有因，多有隐瞒。月月姑娘，没吓着你吧？吓着我？我看你是该想想怎么安抚我这几个快被你吓晕的哥哥。传本王将令，从今日起，刘家村受我黑甲军绝对庇护，任何人敢动这里一草一木，杀无赦。遵命。好大的阵仗，看来之前就踏实谈的交易，现在才算真正开始。老天爷啊，咱们竟然让堂堂战神王爷给咱们家劈了1个月的柴，挑了1个月的水，这可是要诛9族的啊！刘老爹切勿多礼，在外我是领兵的将领，在刘家我依旧是那个吃过您老1碗杂粮粥的阿琛。这段时日多谢刘家照拂。那小人之前说要给您介绍寡妇当媳妇儿的事儿，您老人家就当没听见成不？本王的婚事确实不劳三哥费心了，本王已经有心欲之人了。行了，王爷，叙旧的话一会儿再说，外面日头毒，有什么大买卖进堂无谈。大旱连着蝗灾，朝廷不拨粮，本王的大军已经断粮3日，将士们每天只能喝1碗米汤。所以王爷带这么多人来，是想跟我谈粮食的买卖？刘姑娘，我知道你手里囤了一批粮，本王要买全部。王爷，我那点白米面，就算全给您，也只够您外婆那几百骑兵吃上2顿。真要上战场，还得靠这个。这是什么？军中战马都不一定咬得动这石头。王爷，掰一块含在嘴里，就着水咽下去。怎么会有如此浓郁的油脂和甜味？这一小块蕴含的饱腹感，竟在胃里迅速膨胀，比吃3大碗大肉面还要强烈。这面饼里加了什么？这叫神仙抗恶饼，将精面、猪油、糖霜和脱水肉泥千百次高压捶打烘烤而成，水分全无，只留精华。王爷，这可是独门秘方，1块顶3天。王爷，这1块饼轻如鸿毛，只要有水，就能让您的黑甲精骑在荒漠里顶着烈日急行军3天，不用生火造饭，不用粮草辎重车队。这种军粮，你手里有多少？只要银子到位，你要多少，我管够。这里是3万两白银，本王要10万块神仙饼，5天之内能不能交货？成交。5天后带车队来村后山的废弃隐蔽山洞提货。吃了它，喝水。主子，末将感觉浑身充满了力气，这东西神了！如果有官府刁难或者大股流寇袭击，拿着这块令牌去30里外的烽火台，方圆100里内的黑甲军会立刻赶来见你。刘姑娘，5天后见。妹妹，这后山废弃的老洞洞几年都没人来了，西域商队的接头人真把10万块神仙饼放里面了。三哥，干大买卖的商队规矩多，前面就是洞口，按我之前交代的做。三哥，你转过去守着洞口，双手捂住眼睛，不管听到什么动静，都不许回头看。妹妹放心，我拿布条把眼睛蒙上。
提取。搞定，三哥，扯布条，回头。这商队属鬼的吗？一点脚步声都没有，就把这么多大箱子搬进来了。西域秘术不足为外人道，明天一早叫大哥和全村青壮年带上独轮车来这里提货。妹妹找的这伙西域商人真神了，这么多货堆在山洞里，咱们全村竟然一点动静都没听见。主子，验过了，10万块，成色绝佳，1块不少。刘姑娘，这批粮解了我军灭顶之灾，这笔账本王记下了。拿钱办事，银货2都。王爷在前线多打胜仗，多剿灭几伙流寇，就是对我这生意人最大的照顾了。全军听令，出发！娘，那个好看的叔叔家去哪里呀？乱世之中，光有粮不行，还得有道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带上钱，今天进城，把县衙对面那条街的空商铺全部买下来，招兵买马，建咱们刘家自己的护卫队。好嘞，咱们刘家终于要在这县城里扎下根了。谁敢挡妹妹的财路，我第一个劈了他！衙人兄弟，我那2间旺铺，你再帮我寻个买主，50两银子我就卖，全家老小等着钱买高价粮救命啊！现在大旱连着蝗灾，城外的流民把路都堵死了，城里的富商跑了一大半，别说50两，你就是10两银子，现在也没人敢接着烫手山芋。10两银子没人要，我要。县衙对面的这条街，所有空置的商铺，后面的带院宅子，我全包了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全停下，过来。从今天起，这条街就是咱们刘家的地盘。前面的铺面用来卖魔芋和粮食，后面的院墙全部打通，改建成封闭的训练场。妹妹，买这么多铺子做买卖我懂，建训练场干啥？咱们家那几把连弩还不够看家吗？蝗灾刚过，真正的饥荒还没到最可怕的时候，钱帛动人心。二哥，外面的流民一天比一天多，咱们手里握着粮食和几万两白银，就是一块大肥肉，光靠咱们刘家几口人守不住。我们要建自己的护卫队。妹妹说的对，有钱得有命花，谁敢抢咱们的粮，就打死谁。月月，衣服都按你说的样式缝好了，袖口和裤腿全收紧了，方便打斗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换上衣服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就是刘家护卫队的大队长。想吃饱饭，就得拿命来换。进了我刘家的护卫队，就得守我刘家的规矩，服从命令是第1条。回听旨，谁敢倒下，今天的晚饭减半。老子不练了，说是来当护卫，这简直是拿人当牲口使。我们是来混口饭吃的，不是来送命的。站起来，规矩就是规矩。你算什么东西？老子在道上混的时候，你还在地里刨食呢。刘家的饭不养废人，不愿练，大门在那边，滚！臭娘们儿，别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，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什么是规矩。断了，疼！在我的地盘，我就是规矩。大哥，把他扔到大街上去。是。还有谁觉得委屈的？现在就站出来！体能基本达标，接下来配上空间里的精良武器，这支队伍就能拉出去了。大当家，城外难民营那边出大事了，好多人突然发起高热，浑身抽出吐酸水，县衙的大夫去看了，连药箱都没拿，就全吓得跑回城里了。二哥、三哥，
立刻集结队伍，带上生石灰和面罩，封锁大门，任何人不许进出。全都把布条绑在脸上。五言是探子回报的症状，十有八九是瘟疫。从现在起，商行大门彻底封死。大哥、二哥，带人在院墙四周撒满生石灰。明白。妹妹，商行封了，可爹娘和大嫂他们还在村里，万一那些染病的流民往村里跑怎么办？二哥留在这里镇守商行，大哥、三哥带上连弩，牵3匹快马，跟我回村。快走，快出城！这病治不了，留下来全得死啊！高热惊厥，喷射状呕吐，发病速度极快，这是烈性传染病，县衙已经彻底失控了。别停下，用布捂紧口鼻，直接冲出城！让开！爹娘，快开门，是我们！月月，你们可算回来了，家里出事了。别过来，娘，把孩子带远点儿。媳妇儿，你怎么了？站住！别碰我！今天有个叫花子翻墙进要抓杨洋洋，我跟他打了一架，他身上长满了红斑，一直吐酸水，我染上了。媳妇儿，大哥，退后！全家人都退回房间，把门窗关严。中医见效太慢，大嫂撑不住，必须动用空间里的现代医药系统，开启医疗舱。有这些存货，阎王爷也休想从我手里抢人。妹妹，你大嫂怎么样了？命保住了，烧已经退了。大嫂救回来了，但外面的瘟疫挡不住。如果县城变成死城，咱们的生意和护卫队全得完蛋。大哥、三哥，去商行调集所有护卫队，我要接管整个县城。李正叔，刚才我交代的话都记清楚了吗？记清楚了。村门用大圆木顶死，全村老小待在自己院子里，任何人不许串门。水井每天撒生石灰。这里面是防治瘟疫的药丸，按人头分发，每人立刻吃1颗。谁敢在这个节骨眼上闹事，或者偷偷翻墙出村，直接乱棍打死。大哥、三哥，我们走。妹妹，你们可回来了！刚才县城里死了好多人，衙门连收尸的人都派不出来了。大哥，带几个人把马车的上的箱子搬下来。哎，是。所有人排好队，上前领药，每人2片，就着水咽下去。这是我刘家独门保命药，吃了就不会染病。领完药的，换上箱子里的面罩和手套，袖口裤腿全部用麻绳扎紧，任何人不许在外面露出一点皮肉。是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。现在县衙不管事，难民营就是个毒窝。我们刘家要想在县城活下去，就得把这场瘟疫压住。全听大当家吩咐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带上连弩，推上石灰灰，出发去难民营。封锁所有出口，拉起警戒绳，不许任何人跑出去。是。三哥，带人撒生石灰，把地上的死尸全部抬到空地上，架起木柴。是。
大家别被他们骗了，他们撒的白粉是毒药，他们要把我们活活毒死，然后一把火烧了灭口。退后！谁敢上前一步，老子砍了谁！去死吧！我不是来跟你们商量的，我是来救命的。地上撒的石灰是用来杀瘟疫毒虫的，尸体必须烧掉，不然活人全得染病。这是退烧救命的药，按规矩排队领药喝粥的人就能活。谁敢在聚众闹事，他就是下场。大哥，分药发粥。排好队，一个个来。控制住难民营只是第一步，等这批神药的名声传出去，州府里的那些贪官迟早会盯上我，我得提前做好开战的准备。活菩萨，刘大当家是我们全家老小的救命恩人啊！要不是您的神药，我们早变成乱葬岗的枯骨了。多谢活菩萨救命！都起来！我刘月月不拜神佛，也不当活菩萨，吃了我的药，喝了我的粥，就把力气留着干活，把帐篷重新搭起来。妹妹，现在在这县城外头，你的话比县太爷的惊堂板都管用。太守大人微服私访，下官有失远迎。如今城外的瘟疫已经大面积消退，全靠大人洪福齐天。少拍马屁！本官一路走来，看到流民都在称正叫刘月月女子，这瘟疫连州府的名医都束手无策，她一个村妇怎么治好？大人，这刘月月手里有毒腺神药，几片白色的药丸吃下去，再重的热症都能退，简直是神仙手段。大人，太守大人，坏了！太守大人染上瘟疫了，快去请大夫！大老爷，城里的大夫早跑光了，现在只有刘大当家能救命啊！大当家，救命！救救下官的九族啊！县太爷，起来说话。州府的太守大人微服私访，刚才在县衙后堂突然吐血抽搐，跟城外那些染瘟疫的流民症状一模一样。刘大当家，求您赐神药！州府的最高长官，这可是送上门的最强保护伞，这笔买卖稳赚不赔。大人，我的药极其珍贵，用一点少一点。太守大人的命金贵，这整进县衙付不起。刘大当家，您开个价，只要能救活太守。我不要银子，我要大人您的一纸公文，免除我刘家商行以及名下所有产业10年的全部赋税，盖上县衙的大印。免，全免！只要太守大人活过来，我这就回衙门给您盖印。带路。治病驱邪，不可见风，不可有外人在场，全都出去，把门关死。没有我的吩咐，谁也不准进来。不行，万一你谋害大人，现在还有别的办法吗？滚出去！是你救了本官。太守大人福大命大，瘟疫的邪火已经压下去了，再吃3天药就能痊愈。太守大人，你可算醒了，下官魂儿都快吓飞了。本官去过那么多地方，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医术。刘姑娘，你这不仅是救了本官的命，更是救了这全州府百姓的命啊！大人言重了，我不过是个懂点偏方的生意人。什么偏方？这是当世神医，
传本官的命令，立刻打造一块天下第一神医的牌匾，悬挂在刘记商行门前。从今往后，刘姑娘就是本官的异姓妹子，在这州府地界，我看谁敢动刘家一根汗毛。有了这块招牌和太守的庇护，刘家的产业终于可以彻底铺开。刘大当家，太守大人病情大好，特意命下官送来御赐牌匾，还有免税的通关文书。哇！大哥、三哥，搭梯子，把牌匾挂到最高处。好嘞。这里是州府，我们不能只缩在县城里。太守的免税文书和这块牌匾，就是我们最好的敲门砖。二哥，你带50名护卫队，押送1万斤神仙饼和抗生素。今天就出发去州府，盘下最大的铺面，把刘记商行的招牌挂到太守眼皮子底上去。妹妹放心，谁敢挡路，我手里的刀不答应。遇到不长眼的官差，别硬拼，把这个拍在他们脸上。妹妹，那我跟三弟干什么？大哥和三哥留下，继续扩建护卫队。大嫂，加紧安排人手生产神仙饼，我们的粮食马上就要不够卖了。进城买粮，规矩懂不懂？1辆车抽3成的过路费，少一个子儿，全按乱党抓起来。3成？你这是抢劫！老子今天就抢你了，怎么着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这是太守大人亲笔签发的免税通关文书，刘记商行的货，你敢抽1文钱的税，我现在就绑了你去见太守。小人有眼无珠，不知道是太守大人的贵客，快放行，全部放行。好力气，洋洋，出拳的时候要借腰部的力量，不能只靠手臂。娘，我记住了，以后谁敢欺负咱们家，我一拳打飞他。娘，这3个月，咱们在州府和周边3个县城新开了10家分号，卖药和神仙饼的净利已经超过了30万两白银。做得好，账目算得越来越快了。妹妹，咱们现在富可敌国了，这州府的首富现在都得给咱们刘家提鞋。天下大乱，皇室衰微，这30万两白银放在地窖里就是废铁。一旦诸侯开战，官府翻脸，没有足够的兵权，刘家就会沦为别人待宰的肥猪。三哥，留下1万两日常周转，剩下的钱全部暗中换成生铁、火硝、木炭和优质的战马，全换成铁疙瘩。妹妹，咱们不买地买房了。乱世将至，刀杆子和枪杆子才是最硬的通货，立刻去办，千万别走漏风声。是，妹妹放心，我一定办妥。大人，查清楚了，那个叫刘月月的村妇仗着治好了太守的病，这几个月在咱们州府疯狂敛财，粗略估计，他名下的银钱和存粮足以装备一支2万人的大军。30万两，太守那个老东西居然把这么大一块肥肉护在怀里。大人，太守文官出身，手里没兵，如今外面乱贼四起，这刘家囤积生铁和粮食，分明是意图谋反啊！意图谋反，好罪名！传本官的将令，暗中集结兵马，本官要亲自去趟刘家村，把这只肥羊扒皮抽筋。30万两白银，这个刘月月一个乡野村妇，手里的钱比州府库光还要多10倍。大人，刘家最近暗中招兵买马，护卫队已经扩充到了上千人，清一色的黑衣短打，装备精良。若是放任不管，必成大患。大人，太守那个老魂骨拿他当救命恩人，咱们要是强抢，太守必定上报朝廷。
咱们得给他扣上一顶抄家灭族的大造模，才能名正言顺把钱运回您的库房。私藏军械，意图谋反，这个罪名够不够大？传令下去，暗中集结3000重兵，今晚就去把刘家大院围了。祖德啊，娘快饿死了，你去要点饭吧。要饭？那些流民连树根都吃光了，去哪儿要？这批尸体也太沉了，赶紧运进暗道。大当家催着打造连弩呢。小声点，快走！生铁连弩，刘月月这个贱人居然在私造兵器，这是杀头的大罪！娘，咱们有救了！我要拿这个秘密去换大官当，我要让刘月月跪在我脚下求饶！妹妹，这刀真利索，兄弟们配上这批家伙，谁来都不怕。这几天商行外头多了很多生面孔，一直在盯着咱们的运过车。州府的郡尉恐怕按耐不住要动手了。他敢来，我就敢剁了他的脑袋！通知大哥二哥，今晚护卫队全部合衣而睡，兵器不离手。大门后备好滚木和火油，今晚不见血，这事儿过不去。郡尉大人，小人陈祖德亲眼看见刘家的护卫往这个暗道里运送大量生铁和兵器，小人愿做内应，带路帮大人剿灭这帮反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，人证物证俱在，我看太守这次怎么保他。穿上它！今晚你给本官带路，只要拿下刘家，刘月月的家产本官全要了，他和那2个小孩交给你发落。多谢大人，小人一定让他们生不如死。刘月月，你私造军械，意图谋反，死罪一条，赶紧滚出来，磕头受死！陈祖季，你这个畜生，敢带兵围咱们刘家，老子一箭射穿你的喉咙！大人，你看，他们公然反抗官府，快下令攻进去！大嫂，带孩子进地窖的密室，不管外面发生什么声音，绝对不能出来。月月，你们一定要活下来！大哥、三哥，贪官想抄咱们的家，渣男想要咱们的命，今晚放开手杀，一个不留！杀！一个不留！刘月月，你私造军械，意图谋反，死罪一条。郡尉大人念在你有2个孩子的份上，只要你乖乖打开大门，交出全部家产和兵器，可以留你个全尸。陈祖德，穿上一身绿皮，也掩盖不了你吃软饭的臭味。想抄我刘家的家，就看你们这群人有没有本事拿！大人，您看他撒到临头，还敢猖狂？他院子里的地窖全是银子，不能让他跑了。太守那个老家伙自身难保，今天谁也救不了你们！全军听令，攻破大门，男的杀光，女的活捉，金银财宝全归你们！杀！放箭！倒热油！
大人，这贼婆娘的连弩太厉害了，咱们的人死伤不少啊！闭嘴！弓箭手列阵，给我压制墙头，不许退，谁退砍谁！举盾掩护，二哥、三哥交叉射击，别让他们靠近墙根。妹妹，咱们的箭快射光了，大门要顶不住了。官兵人数太多，大门撑不了多久，必须准备巷战。第一小队退守前院，准备肉搏。保护大当家，上！快，全部退守大堂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刘月月，你也有今天。你平时不是很高傲吗？不是有钱吗？你的钱买不来你的命。至于昭昭和洋洋那2个小孩，我会把他们卖到最有名的窑子里，让他们生不如死。官兵数量太多，护卫队已经力竭。既然你们想赶尽杀绝，那就同归于尽。空间里的高爆炸药足够把这3000人全部炸成肉绵。陈祖德，今天我就是下地狱，也要拉着你垫背。外面什么声音？谁在调兵？骑兵，有周家骑兵杀过来了，快跑啊！怎么会有正规军？大军怎么进城的？黑甲军，这里是州府地界。你们怎敢私自调兵入城？太守也保不了你们！你带兵围攻本王的恩人，问过本王手里的剑吗？战神王爷，下官不知这是您的，下官这就退兵。死了，大人死了。我来晚了，你受伤没？死不了，都是别人的血。王爷的兵马来的倒是够快。都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他是我罩着的人，谁敢动他一根汗毛，本王诛他9族！诛9族！诛9族！下官救驾来迟，这军尉胆大包天，竟敢私自调兵，意图谋反，死有余辜。刘大当家不仅无罪，还率领护卫队拼死抵抗叛军，保全了州府安宁，立下平叛大功。下官一定如实上报朝廷，重赏刘家。大人明白就好。本王路过州府，恰巧撞见此人作乱，这里剩下的事交给你处理。所有参与围攻的兵将全部收押，严惩治罪。下官遵命，下官这就去办。我得逃出去。这妇人攀上了王爷，他一定会把我千刀万剐的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啊！小人是被郡尉威胁的。月月看在咱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帮我求求情啊，饶了我吧！昭昭和洋洋不能没有亲爹呀！呸！你带兵来杀我们全家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夫妻一场？你要把昭昭、洋洋卖去烟杂地方的时候，
怎么不想想你是亲爹？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！妹妹，别脏了你的手，现在就活劈了他！月月姑娘，这人交给你发落，要杀要剐，你一句话。哎呦，我的老骨头断了！你们这群杀千刀的！福德，我的儿啊，你的腿怎么断了？闭嘴！再喊，我现在就堵住你的嘴！饶了我，我什么都没干，都是他让我来的。月月，月月，你听我说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那个郡尉拿刀逼着我带路，我若是不从，他就要伤害我娘啊！大难临头还在编瞎话，这种烂在骨子里的渣子，连听他说话都觉得浪费时间。陈祖德，到了这步田地，你还有什么遗言？赶紧交代。一日夫妻百日恩，咱们好歹做过几年夫妻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昭昭和洋洋是我亲生的骨肉啊，他们身上流着我的血，你看在2个孩子份上，饶我一条狗命吧。孩子不能没有亲爹呀，这会影响他们以后读书考功名的。你配提昭昭和洋洋吗？当初要把他们卖掉换钱的不是你。昭昭，洋洋，爹的好孩子，你们快跟你们娘求情，快让他放了爹。昭昭，爹以后一定改过自新，爹教你读书认字，咱们一家人好好过日子。我们只有一个娘亲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你这逆子，我可是你亲爹，谁叫你这么跟生父说话的？你这是不孝，要遭天打雷劈的！嘿，不许你骂哥哥，你才不是我们爹！以前你和这个老太婆天天让我们饿肚子，还拿柳条抽我们。娘亲说过，坏人就该下地狱。洋洋啊，我是你亲奶奶呀，打你们那是教规矩，你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奶奶死啊！教规矩？大冬天让我们睡在漏风的柴房，自己躲在屋里吃白面馒头。我娘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说是教规矩？现在想认亲，晚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我的孩子绝不能是心慈手软的圣母，只有斩断这些烂根，他们才能在这乱世里真正站稳脚跟。大嫂，带孩子们回去睡觉，这里太脏，别熏着他们。好嘞，月月、昭昭、洋洋，跟大舅母走。你们的春秋大梦做完了，现在该算算咱们之间的总账了。当初你伙同周家千金，诬陷我偷人，纵容你娘用木棍将我往死里打，你拿走我的嫁妆，把我赶出家门。那时候你想过今天吗？月月，我那时是被猪油蒙了心，是周珠儿那个妇人勾引我的，我发誓我再也不敢了。我不计前嫌，和你断绝关系，可你呢？为了攀附权贵，带着3000兽兵围攻我刘家大院，扬言要把我的孩子卖进青楼。我没想这般，我只是吓唬大舅哥的。月月，你饶了我吧！留着这种没有底线的毒蛇，只会后患无穷。今天必须彻底斩断。三哥，按住他！放开我！刘月月，你不能杀我！我是读书人，杀读书人是要遭报应的。这双手留着也是害人。你要干什么？不要！啊！我的手！
我的手！杀人了！救命啊！我的老天爷呀！你的手筋已经断了，从今往后，你连个破碗都端不起来，更别提拿笔考功名。毒妇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不如直接杀了我！杀了你，那太便宜你了。三哥，把他那2条断腿的脚筋也挑了，别让他死，找个大夫给他止血，明天一早装车送走。好嘞，妹妹放心，我保证他活蹦乱跳不起来，但也死不了。我的骨头！哟，来新人了，还是个残废。里面的人听着，这2个是我们大当家赏给你们的。这男的手脚筋全断了，是个废人。只要你们每天留他们一口气，别让他们轻易死了。他们身上的衣服鞋子随你们处置。衣服归我了。不要抢我的衣服！我是读书人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抢劫了！光天化日抢劫了！老东西闭嘴！在这里，老子就是王法。读书人，老子这辈子最恨读书人。以后，老子的夜壶归你倒，鞋底归你舔。你要是不听话，老子把你身上的肉一片片割下来烤着吃。我听话，我什么都听您的，求您别打我。你们欠我妹妹的，欠昭昭、杨洋的，这下辈子就在这泥坑里慢慢还吧。走，回州府。王爷，边关急报，外敌集结30万大军，连破3城，各地诸侯拥兵自重，全部闭门不出。皇上下旨，命您即刻挂帅，奔赴北境前线。朝廷腐朽，诸侯割据，外敌看准了中原内乱，想要趁火打劫。这明显是借刀杀人。朝廷和诸侯不出兵，让你带着几万黑甲军去硬扛30万外敌。我是武将，外敌踏入中原，生灵涂炭，这仗本王必须打。统领，传令全军，半个时辰后拔营出征。末将遵命。王爷，我们刘家护卫队虽然人少，但也绝不当缩头乌龟。我也跟您去杀敌。三哥，退下！打仗不是儿戏，那是尸山血悔。王爷，这些神仙饼您全带上。边关路远，将士们不能饿着肚子赶路。大军开拔，粮草先行。这批神仙饼，算本王赊你的，等本王凯旋，加倍还你。王爷，我刘月月做生意从不亏本，你的命值钱，这批粮算我入股。你在前线多杀几个敌人，就是给我最大的回报。全军出发！月月姑娘，大军马上就要出城了，王爷不去整军，跑我这儿来送礼。这是本王司库的钥匙，这匣子里装着本王名下所有的地契、银装汇票，以及调动本王暗网势力的令牌。
王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可是你的全部身家底牌。此去北境，九死一生，朝廷里的奸臣必定会在粮草和军需上卡本王的脖子。本王能信任的只有你，这些钱财势力交由你打理。若本王战死沙场，这些全当是你照顾黑甲军遗孤的酬劳。若本王活着回来，闭嘴！我不接死人的烂摊子。千一尘，你记住，你只管在前线打仗，杀进来犯之敌，后勤粮草、武器、军需，我刘月月全包了。好。出征！大哥，去城里召集所有铺面的掌柜；二哥、三哥，去地下兵器库清点生铁。从今天起，刘家商行全面停售无关货物，所有人力物力全部转入军需生产。是，妹妹。王爷，最后一块神仙饼分完了，箭矢全部耗尽，朝廷承诺的粮草和兵器已经逾期10天没有送达。粮道被截断了，派去催粮的拼死带回消息，是朝廷的兵马封锁了后方隘口。皇上听信谗言，故意断绝我们的补给，要把我们困死在这死人谷，借外敌的刀杀我们。狡兔死，走狗烹。外敌30万大军就在谷外扎营，他们这是要拿北境的万里江山换本王一条命。王爷，末将带敢死队杀出一条血路，掩护您突围。您活着，黑甲军才有希望。黑甲军没有丢下兄弟独自逃生的主帅，全军列阵。我们没有粮草，没有援军，但我们手里还有枪，宁可战死，绝不后退半步，迎敌！战！刘大当家，朝廷断粮，王爷被30万大军困在死人谷，弹尽粮绝。好一个借刀杀人的朝廷！千一尘在前线拼命护国，他们在背后捅刀子。妹妹，咱们点齐护卫队，带上兵器，去边关救王爷。几千人对30万，去送死吗？对付人海战术，只能用重火力降维打击。大哥，去把刘记商行所有的现银、州府玉票、地契全部搬出来。是。二哥、三哥，带上钱，去黑市、去州府所有的铁匠铺和药材行，把市面上所有的生铁、火硝、硫磺、木炭，一钱不剩，全部给我买空，不管多贵，我全要。交给我，我这就带人去拉货。今天天黑之前，我要看到所有材料堆在地下库房。系统开启终极权限，把加工厂全部转型为军工制造局，不计成本。我要造枪、造炮、造炸药。有了这些重火力，30万大军也是活靶子。原材料全没了，妹妹，
你这是怎么办到的？好刀，削铁如泥的好刀啊！大哥，这叫斩马刀，专门用来对付重甲骑兵。二哥箱子里的叫震天神，点燃引线扔出去，能把人炸成碎肉。时间紧迫，把所有木箱装车，给3000护卫队全部换上新刀和改良连弩。半个时辰后，全军开拔。月月，刀剑无眼，你一定要平安回来。娘，你多杀几个坏人，把那个好看的叔叔救回来。娘，刘家的账本和生意我会看好，您放心去。大嫂，关紧大门，等我们凯旋。目标北境，出发！挡我者死！此树是我栽，此路是我开，把车上的粮食和银子全留下。大爷，我大发慈悲，留你们个全尸。北境战士10万火急，耽误一刻，千亿尘和黑甲军就多一分危险。没时间跟这群杂碎废话。二哥，用震天石开路。好嘞。扔个破布包就想吓唬老子，给我上，抢粮食！天雷，他们会放天雷！连弩准备，放箭！不要停，全速前进，直捣北境！王爷，敌军的战鼓又响了，咱们的人连拿刀的力气都没了，这仗没法打了。没力气拿刀就用牙咬，只要本王还有一口气，他们就休想踏过这道防线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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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钱一尘，你的朝廷已经抛弃你了，你现在就是一只没牙的死狗，乖乖下马投降，大爷我留你一条全尸。全军冲锋，踏平死人谷，活捉钱一尘。将士们因我而死，我绝不能做敌军的俘虏，受尽屈辱。这大好头颅只能留在这片沙场。王爷，不要！哪来的天雷？撤！快撤！给我杀，一个不留！
你怎么来了？我说过，你的命是我的，没我的允许，你干死一个试试。得救了，得救了，我们有救了！三哥，把车队开进来，生火做饭，让兄弟们吃顿饱的。好。穷寇莫追，护卫队列阵警戒。赢了！敌军退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！堂堂战神，连站都站不稳了。你带着人马千里奔袭，知不知道这有多危险？闭嘴！我说过，后勤我包了，你休想甩开我一个人死。好，我这条命以后只听你的。在这乱世里，能把后背交给对方的人不多。既然你命大没死，那这天下我们就一起争一争。看什么看？都转过去，警戒前方。大军威武，王爷威武，大当家威武，威武！兄弟们，排好队，每人一块饼，就着热水吃，慢点咽，这东西饱肚子。有肉味儿，我感觉肚子里暖烘烘的，力气回来了。他娘的，终于吃上填肚子的了。天气转凉，把这些过冬的衣服全部分发下去。所有受伤的将士，到左侧的营帐排队，领退烧药和金疮药。朝廷断我们粮草，要我们10万将士饿死冻死在这死人谷。是刘大当家带着兵马，给我们粮，给我们衣。多谢刘大当家救命之恩，愿为大当家赴汤蹈火。皇权不仁，视将士为草芥。今日我给他们活路，这支黑甲军就不再只属于朝廷。你救了他们，他们的命就是你的。从今往后，在这军中，你的话比远在京城的圣旨更。王爷的兵，我用起来可不会客气。我的兵就是你的兵。大捷，30万外敌被打退，钱义臣不仅没死，身边还多出了一支装备精良的私军。皇上，钱义臣手握重兵，那个叫刘月月的村妇更是手里有花不完的银子，自己造兵器，自己囤粮草，不费朝廷一兵一卒就打赢了30万大军。如今他们在军中的威望已经盖过了皇上您呐。他们手里有粮有刀，下一步是不是就要挥师南下，杀进京城夺朕的龙椅了？皇上，钱义臣意图谋反，必须先下手为强，趁着他们刚刚经历大战，立刻降旨赐死，绝不能让他们缓过来。传朕的旨意，连发12道金牌，急召钱义臣回宫，派钦差带上御赐毒酒和满门抄斩的密旨，立刻出城。敌军主力已经退回关外，多亏你运来的神仙饼和御寒衣物，将士们吃饱穿暖，所有的伤员也用上了你的药，保住了性命。外敌退了，内患才刚刚开始。我让大哥派人去周围城池采购物资，所有的城门全被州府的守军关了，朝廷在防着我们。妹妹，
我们在京城商铺的暗线传回加急情报，皇帝连发12道金牌，派了钦差带兵赶往咱们这里，车上还拉着2口棺材。12道金牌，这是防着我们拥兵自重啊！钦差带兵来，绝对没安好心。看来皇帝老儿坐不住了，我们帮他守住了江山，他反手就要拿我们祭天。卸磨杀驴。王爷，看来你的皇帝哥哥容不下你了。圣旨到，千亿臣刘月月接旨。大胆千亿臣刘月月，见圣旨不跪，你想造反吗？北境苦寒，将士们身披重甲，腿脚僵硬，跪不下去。钦差大人有话直说。千亿臣，皇上查明你与村妇刘月月私造军械，囤积粮草，意图谋反。皇上念及兄弟旧情，留你们全尸。来人，赐御酒。朝廷断粮，10万将士饿着肚子打仗，是我们王爷和大当家退敌，你们不赏就算了，还要赐死！你们这群狗官在京城享福，跑到这里耍威风，想杀我妹妹，先问过老子手里的刀！反了，全反了！千亿臣，这毒酒你们不喝，皇上还有密旨，将你们满门抄斩，连刘家村的所有人一个不留！昏君不仅要我们的命，还要动我全家人，这是触了我的底线。赐死我们，满门抄斩。刘月月，你不要乱来啊！御林军，快保护我！滚开！放肆！本官是代天巡狩，你敢碰本官，诛你9族！去你的代天巡狩！兄弟们，你们在前面流血拼命，朝廷在背后断我们的粮草。现在外敌刚退，他们就带着毒酒和满门抄斩的密旨来要我们全家老小的命。这样的朝廷还要他干什么？造反！御林军，给我拿下这对反贼！这江山，本王审的是天下百姓，不是他昏庸无道的皇座。既然这天下容不下我们，那反了又如何？王爷饶命！末将誓死追随王爷，誓死追随大当家，割发代首，今生只认主将，不认朝廷，不认朝廷！誓死追随妹妹，誓死跟随王爷，割发代首，誓死追随，推翻昏君！统领，把御林军全部关押起来，收编他们的战马和兵器。遵命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皇帝知道钦差被杀，主力大军很快就会压境，我们要面对的是朝廷倾巢而出的几10万大军。怕了？怕！我刘月月的字典里就没这个字。回营帐，商议攻城路线。朝廷的主力大军装备精良，且有坚固的城池作为依托。我们要直捣黄龙，必须拥有能够击碎城墙的重型工程器械。王爷，我们虽然收缴了外敌的兵器，但缺乏大型投石车和工程锤，强攻城池，兄弟们死伤会非常惨重。普通的工程器械太慢，伤亡也大，对付高墙深堑，
只能开启空间的终极权限，拿出超越这个时代的重火力了。工程器械的事交给我。妹妹，咱们带出来的材料之前都造了震天雷和连弩，现在去哪弄材料造大家伙？大哥，立刻清空后山的一个大山洞，严禁任何人靠近。明天天亮之前，我会给你们准备好足以轰碎京城大门的重型武器。系统开启终极权限，启动无限后勤模式，提取重型火炮和弹药。有了这些重火力，京城的城门就是一层窗户纸。进去搬东西，全换上强壮的战马拉车，当心点，别碰火星。妹妹，那黑乎乎的铁疙瘩是什么？比城门还要大。如果这些铁疙瘩真如同刘大当家所说，我们这一路将会势如破竹啊！这等精铁锻造的庞然大物，本王闻所未闻。这是攻城用的重器，这叫红衣大炮，专门用来轰碎城墙的。号马，把这些神兵利器全部拉出山洞，全军拔营，直捣京城！拔营！沿途的州县守军收到朝廷的命令，肯定会死守城池。我们要做好硬碰硬的准备。挡我者，杀无赦。林州守将听着，本王举兵，只为清君侧，除昏君，开城投降，免你一死。钱义臣，你这乱臣贼子！林州城城池坚固，粮草充足。有种你就打进来，本将誓死不降。三哥，装弹！林州守将，我只给你一次机会，看清楚了。这是天谴，天罚呀！别打了，我们投降！开城门，快开城门！现在开始，我们接管林州城，众将士听令入城。刘神医进城了，我们有活路了！多谢战神王爷不杀之恩，多谢神医！你不仅用大炮轰开了他们的城门，还用神医的名号收了他们的心。这天下大半的民心已经在你手里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暴政之下，百姓要的只是一口饭吃。传令全军入城休整，不拿百姓一针一线，违令者斩。谨遵刘大当家命令。不拿百姓一针勿险！刘月月，本将受皇室重恩，绝不降贼。你们那铁疙瘩不过是吓唬人的玩意儿，有本事就踏过本将的尸体！别跟他废话，浪费口水。对付这种不开眼的死忠，只有用绝对的武力彻底碾压，才能震慑后面京城的守军。三哥，三炮齐发，给我把城门轰成渣！拿下永安城！走！乱臣贼子，本将和你们拼了！
钱逸尘、刘月月，你们不得好死！啊！全军听令，接管永安城，休整半个时辰，谢整要时辰，直逼京城。好一人，助表京城，大政安三方。永安城破了，30万大军没拦住他们，永安天险也没拦住，他们的兵马已经兵临城下了。镇养你们这群废物有什么用？皇上息怒，钱逸尘的火器虽然厉害，但京城城墙高大，他们强攻必然损失惨重。他们连城门都能轰碎，城墙算什么？朕的江山要亡了！皇上，微臣忍一计。那钱逸尘和刘月月自诩是为天下苍生打仗，咱们立刻派人去抓捕京城里的百姓，把老弱妇娆全部用绳子绑在城墙上。只要百姓挡在前面，他们的火器就变成了废铁。他们若敢开炮，就是屠杀百姓，天下人都会唾骂他们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好计谋！传朕的旨意，立刻抓人，把全城的百姓都给朕绑到城墙上去。走！王爷，大当家，狗皇帝疯了！御林军正在疯狂抓捕百姓，御林军正在城内疯狂抓捕百姓，将几万名百姓死死绑在城墙外侧。混账！拿百姓做挡箭牌，简直丧心病狂！大炮绝不能用，一炮下去，死的全是无辜百姓。这可怎么办？不能开炮，咱们就攻不进城？难道就在城外干耗着？狗皇帝以为这样就能保住他的命，他太小瞧我刘月月的商业版图了。强攻不行，那就智取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你们还记得我们1年前在京城开的刘记粮铺分号吗？记得，那铺子就在内城城门边上。为了运送机密物资，我早就让人从城外荒庙挖了一条地道，直通粮铺后院的枯井。地道直通城内。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换上夜行衣，今晚你们带50名最精锐的护卫，从地道摸进城，把守城门的将领宰了，从里面打开城门。好你个城盾！哎，别在那边！杀！快跑！二哥、三哥，带人上城墙，把绑着的百姓全部解开，把那几个穿绸缎的给我抓过来。放肆！本侯是皇亲，你们这些反贼敢碰本侯！你就是那个卖魔芋的村妇！你这种下贱胚子，居然敢带兵打进京城！你们这群蛀虫，大祸临头了，还守着他们那套高低贵贱的规矩。你们吃着大家种的粮，花着大家交的银子，敌人犯境时却拿大家做挡箭牌。你们真是出生不如！统领，把这些皇亲国戚全部绑了，压在队伍最前面，让他们亲眼看看这京城是怎么换主人的。全军听令，包围皇宫。拿百姓换来的钱，你花得出去吗？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堂堂一国之君，大难临头，居然躲在桌子底下。
别杀朕，朕是天子。先把国库都给你们，这皇位也给你们啊！放肆！前一臣，朕是你的皇兄，你敢弑君？刘晨义，刘大当家，你帮朕求求情，朕封你做皇后。不，朕把天下分你一半。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，不是你手里的筹码。你断我大军粮草，派人刺杀，拿百姓挡大炮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有今天？你昏庸无道，残害忠良，这把龙椅你坐到头了。前一臣，朕是天子，你若杀朕，天下人都会骂你乱臣贼子。安营卫，快护驾！王爷，清理杂碎的事交给我。别杀朕！国库里的钱，全天下最好的东西，朕都给你。死到临头，还以为天下万物都能用来买命。朕是皇帝，天下人的命都是朕的，朕想杀谁就杀谁。那本王今天就替天下人讨这笔血债。昏君死了，旧朝的规矩废了，接下来算算你们的账。户部尚书、兵部侍郎，抬起头来。刘大当家，下官一直忠心耿耿，从未参与过暗杀王爷的勾当啊！国库空虚，前线断粮，全落进了这些蛀虫的口袋里。今天必须杀鸡儆猴，把钱全吐出来。忠心耿耿。北境战事吃紧时，你们联合州府贪官贪没军饷300万两白银，截留生铁5万斤。这些钱全在你们城外的私宅地窖里藏着，白纸黑字全在这里。你一个乡野村妇，有什么资格审问朝廷命官？我跟你拼了！大哥、三哥，带人去抄家，金银财宝一分不少，全部搬到大殿外的广场上。是。至于这2人，砍了，拖出去。各位将士看清楚了，这就是朝廷说发不出来的军饷，全在这些贪官的家里发霉。传我的命令，这些抄没来的家产全部充盈国库，拿出30%，当场给所有将士论功行赏，发放安家费，剩下的开仓放粮，赈济全城百姓。大当家英明，大当家英明。刘月月，刘月月，大当家英明。如今昏君伏诛，朝中无主，前一臣手握重兵，必须立刻拥立他为帝，咱们这些老臣才能保住性命和官职。丞相言之有理，快，王爷出来了。旧朝已复，天下不可一日无主。王爷顺应天意，清君侧，救万民于危难。老臣恳请王爷登基称帝，重振朝纲。恳请王爷登基称帝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本王是武将，只会拿剑杀人，不会拿笔治国。这龙椅，本王不做。王爷，您若不做，这天下谁能服众？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诸侯必定再次起兵，天下还要大乱啊！谁说没人能服众？
大军断粮，是你拿出神仙饼保住10万将士的命；瘟疫横行，是你拿出神药救活满城百姓；攻城拔寨，是你拿出神兵利器轰碎城门。你才是这天下的救世主。这传国玉玺，只有你配拿。王爷，这万万不可啊！自古以来哪有女子称帝的道理？这与理不合啊！放屁！谁规定女子不能当皇帝？我妹妹救了你们的命，她当皇帝，老子第一个赞成！谁敢不服？问问我手里的弩弹！黑甲军全军誓死拥立刘大当家为帝！誓死拥立，万岁万万岁！我本想在这乱世做个富家翁，护着家人平安。可既然这天下交到了我手里，那就由我来定这天下的规矩。这天下我接了。祖宗显灵啊！咱们老刘家居然出了个女皇帝！爹，月月是天上的星宿下凡，生来就是要干大事的。传朕旨意，今日起废除旧朝苛捐杂税，分田到户，广开商路，将朕带来的加工厂设备全部并入国家公部，普及良种，兴修水利，打造金刚农具。朕要让这天下再无饿死之谷，再无流离之民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乱世已平，一个属于我的人人吃得饱饭的新纪元开始了。